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在中国，除了市场流通的普通商品之外呢，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供应系统，那就是特供体制。那很多观众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特供呢，其实就是一个专门为中国的高级领导人提供专门的食品、药品和生活用品的一套体系。那么也就是说呢，他们吃的所有的食材都是由专人在特殊的农场养殖。不仅如此，到了近代，特供体系提供的不仅仅是食材，而是发展到了人体器官。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中共高官为什么人人得享高寿，特供体制的历史渊源又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泛滥成灾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9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阅兵仪式。其中呢，一段视频显示，习近平、普京和金正恩一起走向阅兵现场。这时，他们聊到了器官移植和长生不老的话题。这段话呢，随着直播对外播放。虽然之后这个视频在中国平台迅速消失，但却被海内外媒体截取保存，随即成为了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过两，这是大岛上下其他，大部分在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未来可以活到150岁。视频画面中，习近平亲口说的人类150岁目标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60多年前，中共就开始了一个叫做981首长健康工程的计划。这个工程整合了中国顶级医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机构，组建高规格的保健、抗衰老、慢性病管理、肿瘤防治和器官功能再生等体系。981工程共有3个组成部分：健康促进、青春再现和150岁长寿工程，也就是他们希望把中共领导人的寿命延长到150岁。而事实也证明，中共的最高层确实是比他们同龄的绝大部分中国人活得更久。比如毛泽东活了83岁，周恩来78岁，朱德90岁，而当时中国人均寿命是65岁。到了近代呢，中国领导人几乎人人都能活到将近100岁，甚至超过100岁。比如像邓小平活了93岁，万里活了99岁，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100岁，中央书记处原书记邓力群100岁，原国务委员张晋夫101岁。不仅仅是中共高层领导人自己得享高寿，连他们的夫人个个也都是不老身。来看看下面这段视频，一共有24位年近100岁的高干夫人，包括中共军方萧劲光大将夫人，目前99岁；罗瑞卿大将夫人100岁；王树声大将夫人99岁，等等等等。那么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共领导人比任何西方国家领袖都要长寿呢？大家都知道，人体就像是一部机器，到了一定时间，机器零件就会老化了，就是说器官会衰竭。而多重器官衰竭，也就是2个或2个以上器官出现问题，是大多数老年人去世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呢，解决器官衰竭就成了中共高层延续寿命的重要手段。这其中的核心呢，就是换器官。2019年6月，美国非营利组织人口研究所总裁、中国问题专家毛思迪在接受英文大纪元专访时表示，上个世纪60年代，中共高官就通过输入年轻人的血续命，这真的有延长寿命的作用。到了80年代，他们转向了器官移植。在中国，器官移植的最初意图是为那些中共领导人更新器官，以延长寿命。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在经营论坛的节目中也表示，人体器官都能成为特供商品，这一定是中共的特权阶层才能做到。赵兰健指出，他认为中国的特供食品是普通老百姓还可以想象的，甚至呢，特供医疗也能想象到这其中的巨大差距。但是更深入一步呢，可能就是老百姓想象不到的，那就是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的特供器官。他认为这才是中国权力制度巨大差异的最终体现形式，因为特供的器官它并不是有钱的人可以能实现得了的，
它也并不是仅仅花钱就能为自己换一个13岁的、15岁的、25岁的这样的肾脏。里面能有操作这些事的人呢，一定是既有钱又有极大的权力，他们才能调动高铁、高速公路还有飞机为他个人服务。所以呢，我想这才是中国这个社会最深不见底的地方。另外呢，近年来中国还在全球推动健康丝绸之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政策，这背后还隐藏着一条阴暗的器官外交路线。2024年9月20号，马来西亚第17任最高元首苏丹易卜拉欣访问中国，会晤习近平。易卜拉欣在会上亲口感谢中共的特别安排，让他儿子在中国成功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资深大纪元报纸主编郭军也表示，在香港新华社的官员为了统战，就为这些富豪提供人体器官。郭军直言，他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那些新华社的官员为了拉拢香港一些富豪做统战，就给这些富豪提供器官，然后他们会直接到广州监狱里去挑，就是有新华社官员专门陪这些富豪在监狱里去挑很好的年轻的器官，然后给他们移植。所以为什么那些富豪在关键时候会出来为中共站台？供器官一直给香港富豪还有一些外国政要提供了一个便利。一方面是中共高官人人长寿的现实，另外一方面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特别是近期社交媒体平台大量消息显示，失踪人口越来越多。根据中国公安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年约有20万名青少年失踪，平均每天约有500至550人。根据宝贝回家等民间搜人平台的数据估算呢，失踪总人口每年可以高达几十万人。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由于中国并没有公开而且全面的失踪人口的数据库，实际的失踪人数要比估计的还要高得多。来看看抖音账号 WY 的一位女士披露的消息，一位73岁老人成功完成肺移植，而且呢，移植器官在33分钟内就完成了运输。他说，这么多人无辜失踪，老百姓心中的恐惧与担心总有一天会化成愤怒的火焰。73岁老人成功完成了肺移植，重获新生。这个器官呢，用直升机以33分钟的速度完成了运输。这个器官移植运输的时间要求是很严苛的，如果时间长了，器官就死了。这件事呢，之所以在网上引起了关注，我个人认为啊，所有人在意的是另外的2件事。第一，这件事情能不能在老百姓身上复制？你比如说一个普通人家百姓的老人，到了需要换器官才能活命的时候，能不能如此的顺畅，是吧？第二，器官来源的合法化究竟在哪里公示？就是你这个器官从哪儿来的，你在哪儿公示，你得让大家知道，对吧？在现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啊，我们从个人信息到身体数据，不可避免的会被一些有心的人拿到。究竟你是先有了器官来源才匹配成功了，你还是先匹配成功了之后才有了器官来源的？究竟怎么样才能消除百姓心中的恐惧和担心？你让我们不用害怕自己本来活得好好的，却沦为了有钱有势的那些老人们的器官来源，这是最当务之急的一点。财富上、权力上，我们可以让有权势的人贪婪一点，再过分一点我们也能忍。但是要是在生命的长短上，谁要是敢再贪婪，那就得掀桌子了。谁的命都是命，虽然身份地位不一样，归根结底不存在谁的命更金贵。谁要是敢在这个上面，在生命上面敢分个3、6、9等的话啊，这个真的就忍不了了。别说骂人了，万一这个命都不是你自己的了，那玩命反而也就成了更轻松的事儿了。这一点，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组织，别扯什么敏感不敏感的，这个话题它一点都不敏感，你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敏感。器官移植这方面啊，我认为要么你就禁止，要么就必须公开透明化。你有多少钱我不嫉妒，我们都不嫉妒，是吧？可万一谁要是敢在我们的命把我们这个命当成了谁家老东西的续命丸，我们坚决是忍不了了。命都快没了，还忍什么呀？器官移植既然有了需求，有了市场，保护普通人不沦为权势之人的长生不老药得靠谁？难道你还能指望面对财富都把持不住
这些人吗？面对一点钱他都把持不住的人，更别说在面对不老不死的这种诱惑上，他会尊重你我的生命吗？你还能指望这些人吗？中共特供制度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中共的延安时期。1941年，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有了大小灶的规定，部队吃的是大锅饭，像毛泽东这样的领导呢，吃的就是小灶。到了1949年，中国的建国初期，当时的中国经济困难，物资匮乏，国家为了保障领导干部的健康与安全，建立了专门的特供渠道，提供粮食、酒水、香烟、蔬菜、药品等等。那么特供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逐渐兴起，特供体制并未消失，而是逐渐制度化和隐秘化。一位叫做老周恒梅的油管博主介绍说呢，当时在北京就有3大特供农场，专门生产中南海高官们吃的东西。老周恒梅表示，中共政府在中国成立初期，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北京建立了香山农场，后来呢，又扩建出了巨山农场、玉泉山农场，形成了3大特供基地。当时这些农场隶属于中央警卫局管理，周围都建造了围墙，并有严格的保全措施。农场里种植精选蔬菜，饲养优质的鸡、猪、牛、羊，重点是确保食品安全，不使用农药或者是化学添加物。这些农产品主要供给中南海的领导人及其家属，以及为他们的子女设立专门的学校。到了1955年的12月，北京市还成立一个特种供应领导小组，那就是神秘的34号。这是一个保密的机构，因其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西拉胡同34号而得名的。老周恒梅指出，后来中共又设立一个名为34号供应部的机构。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北京东华门34号被定为专门为中共高层提供烟酒、糕点、糖果等副食品的特供场所，门口挂着34号供应部的牌子，全称是中央领导生活物资特别供应处，只面向副部级以上的官员开放。一位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人在回忆录中提到，当年34号供应部里的商品非常齐全，有市面上买不到的茅台、五粮液、特大的黄花鱼，还有每斤只要0.08元像篮球一样大的西瓜。这里特供品种还包括从国外进口的高级家电、手表、香水、巧克力、白兰地、威士忌、珠宝等。甚至呢，俄罗斯的顶级鱼子酱和法国的鹅肝酱在这里都只是普通的商品。要知道，那是20世纪的60年代，一般中国百姓生活非常的贫困，而这些特供食品呢，可以说是极其的奢华。随着时间的推移，特供体系规模不断扩大。再来看看这位博主看过的一本书，里面披露，在1962年中国发生大饥荒时，到处都是饿死的百姓，而河南省委大院里的高官却依然过着奢靡的生活。而一位在机关大院享受着特供的女儿日记当中说，1962年春节，在河南省第2书记某伟的家里面度寒假，他家呢是2层独立的小楼，我一个人住了一间客房，有专门的厨师，顿顿饭都是山珍海味。记得上的一道鱼，下面铺着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下面的鱼呢煎得焦黄焦黄的。早上呢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当时我在学校已经饿了整整1个星期了，所以在省委大院里的生活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堂，而且几乎天天晚上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我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置上，也有很多家长都去打麻将。后来听从河南探亲回来的蔡阿姨提起河南的饥民发生过抢国家粮库的事情，军队开了枪打死了人。这套书看得我脊背发凉。这种瞠目结舌的内容呢，书里简直太多了，有阶级斗争的可怕，还有民不聊生的悲痛。也只有时代过去了，才能得以被我们看到吧。到了近代，特供不再是中南海的专利，而是已经蔓延到了各个市县各级官员，他们都在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属于自己的特供基地。整个中国从上到下全都泛滥了，特供涵盖范围广泛，涉及到日常生活以及安全保障的方方面面。而这些特供食品的条件非常严格，重点在安全性和营养性，都是真正的有机食品。蔬菜水果家畜一律在自然环境中生长，不使用化肥、农药、激素，无污染，不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
例如呢，在食品和农产品方面，米面、蔬菜、肉类、水果多数来自于专门的农场或者是基地，强调安全无污染。烟酒和茶叶，如中华香烟、茅台酒的特供版，甚至存在不同于市场流通的专用标识。医药保健方面，领导人常用的中药方剂、西药渠道以及医疗机构中的特需病房。生活用品以及服务方面呢，包括服装、家具，甚至专属的交通与旅游安排。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大小官员因为有了属于自己的特供基地，所以他们都不吃普通百姓吃的食物，因为他们知道今天的中国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普通老百姓无奈地吸着有毒的空气，各种有毒的食品也是泛滥成灾。人们吃的都是化肥、农药、激素堆积起来的食物，比如说呢，各种毒大米、毒奶粉、毒鸭蛋等。最后，我们来一起看看美国独立电视制作片人李军的分析。中国官员对于长期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再关心，根源就是特供制度。李军表示，中国为什么食品安全问题那么糟糕？大家都知道，很多有毒的食品，什么添加附加剂食品，什么瘦肉精的这些食品，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认为就是特供，因为领导干部他安全，他不用担心。如果说取消这种特供，你看这领导抓食品安全抓的比谁都紧，因为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必须把它抓好，你不抓好你自己也会吃。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论点是非常好，所以这种特供制度对整个社会起到的是副作用。我就记得网上有一个视频，有个女主播讲了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共产党从来都说我们，说什么血肉相连，其实从来没有什么我们。你一到医院的时候，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你们有你们的高级病房，你们有专家看诊，你们不用担心没有钱，永远都可以报销。而我们要拼命去找专家，而且一旦没有钱之后，立刻断药，然后在外面等死。你们每天把我们挂在口上，但是一到学校，你们就是你们，我们是我们。你们的孩子差个几分没有关系，打个电话，对，找个校董批个条子，孩子就可以上学了。我们的孩子差1分就得交人民币几万块钱，人民币10万块钱，甚至人民币10几万块钱。然后说你们吃的全是有机食物、特供食物，烟也好，酒也好，这个奶制品也好，等等都是特供的。我们天天吃的是地沟油，我们吃的是激素催熟的这种猪肉和鸡肉，所以大家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你们，没有我们。你们什么时候想起我们来，就是美国指责你们的时候，你就想起来了，是我们共产党和这14亿人民是血肉相连，我们是一家人，只有那个时候，你们才能想起老百姓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